啥？我说顶流，不错。还有你有什么感想？你最喜欢哪一首歌？最喜欢那个礼貌的。礼貌。里面有没有不好听的歌？没有，我觉得他没有烂歌。没有烂歌。对，没有。还有一首是那种讲小时候跟大了的那种温暖的房子。还有呢？歌词也写得很好。小时候的歌词跟长大的歌词是相对照的。但是它发生了变化。对，而且唱法也不一样。战争之后发生了变化，生活也变化。那你觉得哪一首歌的舞美最好看？哪一首歌的舞美最好看？那个猫的那个是4250。挺真实的，我觉得他。我觉得他跟你一样。跟我一样，很真实。对，很真实，很单纯，很真实。所以他的歌也很单纯，很真实，要不然唱不出那种歌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有些歌嘛，是市面上那种所谓的口水歌，就是啊，可能你开始听觉得很好听，但是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，就是那种过去了那股风，你就听不了了。但是这种歌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歌可能是你有两种情况，比如说第一种是你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，然后你就突然想听他的某一首歌，哐哐哐一打字输入进去，我就听那首歌。它是一个很明确的，我觉得，所以就是传达给你自己的思想也是很明确的。其他那种歌我觉得就不具备，他的歌词也很用心，然后作曲也很用心。你看他不同，你同一个歌，他会比如说前奏，前奏，比如说有些是用那种叫什么古代乐器嘛，有一些又是那种西洋乐器，他会去思考，比如说 OK 这个歌我想传达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，或者说我想给我的听众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，然后他就会去找，比如说这个乐器能不能去在前奏当中能达到我这个效果，如果能我就用。他也不会去，比如说是那种我为了用而用，比如说目前市面上比如说风琴很流行嘛，然后他就去跟风，我用风琴加入这个元素啊，他不会，他完全是比如说这首歌用什么乐器去诠释是最好的，他才会用这个乐器，并不是那种为了用而用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用心的地方。我觉得还是因为对比吧，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你看现在就那些那种口水歌嘛，它就是一个音阶啊，然后一个音阶就把整首歌就灌完了。像这种的话，我觉得就不一样，它可能会变得会之后会变得更好，更完备，甚至说是在这种音乐的世界当中玩的会更纯粹，甚至会去摒弃掉之前他专辑当中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元素，他可能之后就会更单一了，或者说是为了某一个事情的诠释又加入了什么什么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我有一个预判，我觉得他是会做减法的。就比如说这首歌我不用伴奏能不能演绎下来呢？他之前不是有一个没有，之前有一个没有歌词的歌，无字歌，那个我觉得就很牛逼啊，那个现在听也是很牛逼的歌，那种就是会被时代所记住的歌曲，我觉得那种也是很有意义的。首先，他表达了他自己，其次，他在表达他自己的同时，让别人知道了他，我觉得这个也很牛。并不是说 OK 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就是最牛逼的，你们给我听着就行了，他没有这样，很可贵的地方，他是值得的，值得大家喜欢啊。对啊，肯定啊。反过头来说，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，我觉得喜欢的人也不会这么多。对，我觉得人家又特别有素质，你知道吗？
以前我会觉得我操，妈急死了都，不会啊。今天大家还我觉得挺有礼貌的，还会有礼让你啊，怎么样？这个也是一个很可贵的地方，就是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些喜欢他的人。你觉得他的歌风格很多吗？就是有慢的，有快的，有 rap 的。什么叫风格？我觉得这不叫风格，我觉得这个就叫他，就是他。什么叫风格？不风格，没有风格，就是华晨宇。我以前刷到过一个评价他歌的，他说就是很公式化。其实我觉得不就公式化，就是起承转合。比如说开始就是那种浅吟低唱，然后呢。比如说到中段那种快进副歌的时候，就起来了，那情绪也好，或者说那种唱功也好，就起来了，然后逐渐就推向一个高潮。比如说心电图啊，他那个时候就上去了，上去了，然后呢副歌之后他还会接一些那种不是很高，但是是那种比如说说唱类型的那种。他会接一些这种，去做一个过渡。其实我理解就是换气嘛，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去很高频的去，很密集的输出那种很高标准的那种东西。然后慢慢的又降下来，然后结束。那我正如他说的，其实他自己也在变嘛。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至少没有被定义或者怎么样，他不断，他还在进步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强的。